亚细安作为一个整体，它的经济规模有4万多亿美元。我们可以进行一种分工，比如说在印尼生产电池，在另外一个国家进行配套组装，然后新加坡也许可以更多的来关注于设计。ASEAN 的内部呢，就是对货物的关税基本上已经为零了。Non-tariff barriers 反正是在增加的。 Singapore washing 或者是 ASEAN washing， 这样对这个亚细安发展本身是不是会变成一个趋势？融合以后，就是不应该把它看得清楚，这到底是中国企业还是新加坡企业。It's no longer an issue。亚细安作为一个经济体，即将在几年内超越日本。国际经贸与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下，东南亚为何深受世界资本的瞩目？又可能遇到哪些机遇跟挑战？为了寻找答案，我找到亚细安+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 AMRO 的首席经济师何东，与他一起畅谈亚细安未来的发展。去年以来的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出现碎片化的情况之下，ASEAN 在全球的经济中受到了特别多的关注。这个也是因为 ASEAN 本身呢，它的这个经济增长这么多年来，总体来说是非常亮丽的经济体。多年来呢，接受了很多来自于美国和欧洲大量的直接投资，产生了很大的这个生产能力。然后呢，它的市场主要是欧美，所以这次这个关税升得特别高以后呢，大家都很担心这个经济体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实际上看来呢，结果没有大家担心的那么坏。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关税后来实际执行的呢要低一些，但是大家通常忽略得到一个，就是东盟和+3，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它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内部的动力，它并不是一个完全依赖欧美市场的这样一个经济体了。像中国现在是这个绿色技术的应该是全球的领先者，不管是从新能源汽车还有光伏，然后他们的资金包括韩国日本资金呢也是比较充裕的，所以也为 ASEAN 带来很多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最近几年，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时候，他们会把亚细安作为一个首站，特别是新加坡。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会不会把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企业挤掉，或者是对亚细安本地的企业带来很大的竞争？所谓的带来的竞争呢，你说如果它生产的产品非常一致，然后呢又是不同的品牌，但是实际上不会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直接投资它是深度的融合，即使是通过新加坡作为首站，那么新加坡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会带来很多的这种便利相关的服务不管是法律会计这个作为你直接投资都需要很多的支持，然后从这儿再到其他的ASEAN经济体进行投资。但是这种进行投资呢，又需要和当地的企业进行非常好的合作嘛，所以到后来实际上这个直接投资以后，什么是外国企业，什么是本地企业，这个概念就变得非常的模糊了。反过来讲就是中国企业因为他们很强大，在新加坡比方说餐饮业，好多中国企业餐饮业的企业来新加坡以后，就很多本地的一些企业无法生存下去。你觉得这个会是一个隐忧吗？这个就是说肯定是有一些这种 case， 这种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机遇呢，就是说你应该是通过当地的文化，如果是来自于中国的餐饮业，你是要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市场要发展的话，那就是必须要尊重当地的法律要达到它非常高的卫生条件并且要适应当地的营销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它就已经变成一个新加坡的企业了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互相融合。所谓的整合以后，不应该把它看得清楚这到底是中国企业还是新加坡企业。 It's no longer an issue。 如果中国企业真正要成功的话，它必须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必须要和当地深度的融合。如果你要保持你自己中国的特色，那你在当地很难生存的嘛。
前几年其实有一个词就是在亚细安特别就明显，包括就是 Singapore washing 或者是 ASEAN washing， 就是外国一个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来到新加坡或是来到亚细安以后，就脱胎换骨了，就换掉他们一个中国企业的身份。您觉得这样对这个亚细安发展本身是不是会变成一个趋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他为什么要保持，就是说一定是中国企业呢？成为新加坡的企业，成为这个亚细安自己本身企业，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就是说你只要对ASEAN这些国家来说，他只要这些企业在这里是遵纪守法，为当地劳动力创造就业的机会，创造附加值，这个不就是最好的一种结果吗？亚细安现在的那个经济规模，它到底是真实的一个经济规模呢，还是有点虚胖？亚细安这样一个经济体啊，它应该说是还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经济体。它不像欧盟这样是一个所谓的supranational，就是超主权的一个那样一个经济体。而亚细安呢，它是一个更多的在国家之间通过协议来进行经济一体化的组织。为什么要一体化？它带来什么好处，是吧？就是这个一体化以后，首先呢是规模经济的实现，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市场不是在一个单一的细小的市场 ，ASEAN 的这些企业呢，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之内进行运作，来布局，把生产环节分布在各个不同的 ASEAN 的国家，这样它的规模可以做得很大，成本可以就变得很低，效率更高。那你说是不是虚胖呢？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虚胖，它实际上ASEAN这个一体化呢，经过多年的努力，还是有做很多成绩了。首先呢，从经贸关系来说，现在ASEAN内部呢，对货物的关税基本上已经为零了，所以货物贸易可以非常畅通的进行。服务贸易啊、投资、金融合作这些方面达成了很多协议。当然呢，它还是一个进行中的这样一个工程，它有很多进步，但是还是有很多需要完成的任务。现在这个所谓的 tariffs 已经我提到基本上到零了嘛，是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反而是这个 non-tariff barriers 反正是在增加的。比如说包括 standards、licensing requirement， 这个特别是 standards 不一样，这些造成很多服务贸易的障碍，是吧？它会增加，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它背后呢，肯定是有一些利益，譬如说某些企业觉得你开放以后，另外一个ASEAN国家的企业到我这里来提供服务，会对我本地的造成竞争嘛。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一体化过程中，它对于一个很大的障碍，还是只是从本地的比较短期的这种利益角度出发，或者既得利益者的短期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这样一种考虑。现在的这个整合呢，更多的是所谓的 vertical， 一个垂直的，就是从东北亚来自于东南亚的。譬如说在80、90年代的时候，很多日本的资金到泰国投资，泰国成为这个很重要的日本汽车的生产地。在18、19年的这个关税战以后呢，很多韩国的企业不是把一些在中国生产的一些能力就转移到越南，这就是所谓的 China Plus One， 就是中国加一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实施。将来呢，东南亚应该更多的一个 horizontal， 这是一个更多的这个平行的这样一种生产网络的建立扩大然后我们在整个亚洲呢就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这样一个生产网络。譬如说印尼啊、泰国啊、越南啊、马来西亚呀，现在这些国家都在吸收大量的和 AI 有关的这个投资，特别是马来西亚 data centers， 然后还有 EV， 这样我们能不能在 ASEAN 本身实行一种不同生产环节的这个分工合作呢？就是说与其大家都去抢一个同样的一个生产的环节，我们可以进行一种分工。比如说在印尼生产电池，在另外一个国家进行配套组装，然后新加坡也许可以更多的来关注于设计。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ASEAN 本身将来的这个它的一体化是要朝这种方向的布局，就是要市场要一体化，生产网络要一体化这样才能带动深度的这个合作。
新加坡是我们 AMRO 的这个总部所在地，它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多年来有非常高效率的政府，有很好的营商环境，这个在全球都是就是非常亮丽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下一步不管是高端的金融服务啊、法律服务啊，在 ASEAN 这个整合中能够提供在资本市场啊，就是在数码技术的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像印尼呢，传统上它是一个以出口资源大众商品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它现在也在技术升级。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不光是只是出口 nickel 然后呢，它也在这个不锈钢这方面加工的能力已经提升得非常快。泰国呢，它是非常成功的吸收了日本的汽车的技术它所以现在面临着怎么在传统技术转向新能源技术的这种汽车包括和中国企业的合作这方面在做很多努力。马来西亚是一个在这个 AI related semiconductors trade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了，比如说数据中心的这种投资是增长非常快。越南呢和柬埔寨呢，它是更多的从这个所谓的 China Plus One 这个 strategy 里面受益很多，就是很多的传统的这种服装加工这些都转移到了越南和柬埔寨。越南现在更多的也是在像电子产品这方面在发展，像文莱它是面临着这个从传统的对 fossil fuel 的这种依赖，怎么能够实现一种多元化、经济多元化的挑战。老挝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它对整个东南亚ASEAN的再生能源的提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菲律宾很有意思，它和其他的这些ASEAN国家不太一样，因为它传统上不是一个依赖制造业，它是一个以服务出口为主要的。它的这个人口说英语水平比较高嘛，很多国际企业用菲律宾把他们的一些 back office 这些就是所谓的 business process 这种转移到菲律宾，这个他们做得很好。但是现在也面临着人工智能带来的一些挑战，当然还有比如说缅甸还面临很多的挑战呢。不同的国家确实都有它的一些优势，但是发展水平很不一样，也有不同的挑战。但是在一个这样一个 community 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亚细安其实它的发展速度里面都是不一样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速度的那个前提下，到底要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一体化？应该看这个一体化有不同的这个机会，这些国家它的不同的特征，这种差异化对一体带来哪些机会呢？从人口的结构来说，像是新加坡它面临着人口老化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多年轻的国家，比如说在这个湄公河区域的这几个国家，他们非常年轻的这个人口，菲律宾的人口也非常年轻，然后这个资源禀赋也不一样。新加坡它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发达经济体，但是呢，我们在这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呢，他们有很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还有从绿色转型的这个过程中，像老挝非常好的这个水资源。所以我们从区域的贸易或者生产的这个网络的分布可以看呢，譬如说不同的国家在这个生产的所谓的供应链的不同的环节进行自己的专业分工，再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生产链，然后有很多的这种中间产品的贸易，就是在ASEAN 这样一个经济体里面不同的发展水平，甚至这个工业化的程度也不一样，这都可以安排过来。亚细安本身也有一些区域的那种争端比方说去年的话，泰国和柬埔寨就有一个就是 border conflict 嘛。那这样子这个事件发生的话，会怎么样影响这个整个亚细安呢？还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单一的事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发展，但是呢，这个事情也不是只是最近发展的这个 border tensions 存在很多年了，只是最近爆发出来的。然后缅甸呢也有一些内部的这个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还是相对局部来应该说是比较局部的一个问题。对ASEAN其他的大部分国家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领导人呢，政治领导人呢也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进行这种经济整合。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区域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形势吧。